再看你一眼，渴望来世的相聚。如果坚持到最后，我将不得不离去，你会记得我，记得我爱你，不必再追问，只要你相信，相信我会守候我们的根到最后一分。去感受我的热血，我的灵魂，不必再追问那些热血，那些青春，也许不再有深深一个吻，爱上一个人，不必再追问，只要你相信。感受我的热血，我的灵魂，不必再追问。这个老万贪财好色，喜欢溜须拍马。为了抗日，我豁出去了。老子要装孙子，从明天开始我改名了，我改成潘孙子。我把万署长给你请来了。进去。万署长，兄弟等你很久了。潘军长，啊，他的很多事啊，我早有所闻呐。来，我们坐下来聊，请。请你不要探头探脑的，不该看的别看，不该听的别听。怎么了，小马哥？你可别忘了，我在这儿的资历可比你深。来，万署长，请喝茶。署座长得像菩萨，一看就是个大善人。能请到万署长真是不容易啊！康队长，你面子真大呀！万署长，兄弟这次啊奉命出征啊，说句实在话，打仗打什么？你除了打银子就是打武器。我现在呢还有近万名的兄弟没有枪，还是靠蜀座去照顾了。那个被伪作连降10级，后面又爬回来的人，是你吧？哎，那是兄弟我。老康知道，我是一心的想抗战，保家卫国，与日寇决一死战。是的，这一点啊，我可以给老潘作证。我呢，最讨厌的就是有些人打着以抗战的名义中饱私囊，特别是有一些地方的军阀啊，以为被中央军收编了，就可以大捞一把。我为伪作把关，不容易呀。哎，老潘，你为什么要扣押这批武器啊？不，这情况不是这样的。我向万署长汇报一下啊，我这个师啊1万多人，才有2000多支枪啊。你上了战场，你不能让我的兄弟拿着烧火棍子去杀敌吧？是不是？所以中央军呢，他本来就有武器，你现在呢他又不上前线，所以武器对他们来说没多大的用场。可是对我们那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啊，我想请万署长，能不能把这批武器呢拨给我们？那不可能。调拨军火，那是伪作钦定的，谁也更改不了。是，老潘，你知道吗？你扣押军火，就是死罪啊！是，兄弟，我知道厉害，不过打日本我是铁了心了。我全体官兵誓死以国土共存亡。这次出征呢，还有一句话怎么说？不破楼兰绝不还。所以还请万署长多
多多关照啊。老万，要不然你留下一部分，拨给他们一些，你是有这个权利的。是，不可能。老康，就是你帮他们说情也没有用。我最后说一句话，赶紧放船，否则后果自负。万首长，我们5个人才1条枪，你总不能叫我们的士兵空着手去打仗吧？这个我就管不了了。哎呦，老康，我还约了几个人，咱们这件事就这么定吧。啊！哎，万首长，别着急呀，兄弟我晚上在福满楼摆了一桌，闪个光，行吗？老万，你就给他个面子吧。我就不去了，有些事情你们俩私下聊。好啊，我就给老康一个面子，晚上咱们在福满楼，我倒要听听你还有什么可说的。那就这么定了，晚上福满楼，我们等你。司令，这姓万的太傲慢了，你犯不着低三下四的去请他吃饭，要不然我去吧。你不懂，我们这些出川的兄弟是用命跟日本人拼的，我不能让他们空着手上战场。只要能把这个武器搞到，我的面子算个狗屁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抗日是当前最重要的事儿，他现在卡我们，就不怕上级怪嘴啊？你一心想着抗日，可是有人就不见得这么想。老爸，老谷现在在重庆，他手里有些字画和古董，你去选几样，回头我给他钱。小雨，你去剧院选2个有姿色漂亮的女人，备在旅馆，晚上给她送去。好。你是怎么回事啊？给人家当孙子就算了，还净做这些窝囊的事儿。这不叫窝囊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我是希望我的士兵都有武器上前线杀敌。司令，你这么一厢情愿的，万一被黑了呢？我也不是傻子。老岳，你去把一鸣找来。知道了。好，那咱们就分头准备吧，晚上福满楼见。好。队长，这件事本可以置潘天雄于死地，可为什么您要反过来，还要帮他？你知道我的心愿吗？就是要血战疆场，和日寇面对面的拼杀，把他们赶出中国去。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啊。我现在是没这个机会，但如果谁这么做，我就帮谁，不管他以前是什么人。我以前总觉得潘天雄只是动动嘴罢了，现在他玩真格的了。那他在我眼里，一定是一条血性的汉子。抗战一起，队长好像就变了，也变成了一条汉子。司令，你看，这些字画都是八大山人跟郑板桥的真迹，还有这是宋代的汝窑，这是唐代的彩绘，个个价值连城，值几十万呢。是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他能舍得给我们啊？这都是古司令亲自挑出来的。我跟他说了咱们的目的，古司令表示1分钱都不要，他就希望司令带咱们47军在战场上多杀几个鬼子，多打几个胜仗，就算对他的回报了。古司令的情谊我记住了。大发，把这一切告诉全军的官兵们。这古司令啊，也是个视财如命的人，但是他能分得清是非，不像某些人啊，视粪土如金钱。万署长，请。哎呦，潘司令，兄弟来晚了。哎呦，万署长啊，兄弟来迟了啊，来迟了。你可是钦差大臣呐，知道你很忙，你不来，我们都不敢动筷子。这个，来，请坐。好，请坐，请坐。来，坐。坐。哎呀，署长大人可真忙啊。潘司令，兄弟我来晚了，我就自罚一杯啊。好。
好酒量啊！哎，潘司令，刚才你们在聊什么呢？啊，聊郑板桥呢。哦，我这俩女参谋傻乎乎的，还搞不清楚呢，问我郑板桥在哪呢？我说在那儿呢。这种事情多啊，比如说吧，八大山人，有人就以为他是8个人，那几个人呢？其实啊，他就是1个人。听见了吗？这才是文化人啊，行家。万处长，你正好说到这儿了，请看。哎呦，《孤琴图》，八大山人的代表作。哎，你们这是从哪里弄来的啊？花大价钱买来的。你再欣赏这个，唐彩绘、宋武尧，怎么样？请欣赏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就这几样东西，它的价值可以买重庆1条街。哎呀，行家，行家，难怪人家说古玩字画都流到了四川。今天呐，我算是开眼界了啊！哎呀，你可别给崔爷。大宝，给我们万处长打包。好嘞。这潘司令，这个我可不敢当啊！您是英雄啊，宝剑赠英雄啊！哎呀，哪里哪里呀！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来，请坐。哎，请坐。万处长啊，军火的事情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谈谈了？哎呀，潘司令，今天既然你这么有诚意，军火的事咱们好说啊。太好了。哎，潘司令，你这2位参谋可是英姿飒爽啊！我身边从来都是美女。哎呀，好，好说。咱们这样，潘司令，你先打一份报告，在报告中多写困难，多写紧迫感，啊，不管是川军也好，中央军也好，都是国军嘛，啊，给谁不是给啊？谢谢万处长啊！大方，打个报告，让万处长批一下。哎，别急啊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对，吃不了。咱们这样啊，今天呢，这个饭呢，咱们就不吃了啊。要么一会儿，我跟这2位参谋去我住的地方，咱们去谈一谈有关于武器的事，怎么样？啊？好啊，我正巴不得呢。但是，我这姐姐是个冷人儿，不太会说话，这万一哪句话说的不对，多扫兴啊！正好有2个好姐妹，是我们这个队伍的军花，我们3个一起陪你研究，怎么样？好啊！我呀，住重庆饭店，啊，哪个房间呢？312，啊，312。那这样，咱们呢，饭不吃，工作要紧，咱们这就走。你别着急呀，我得回去叫他们。1个钟头后，我保证准时到。行，好，潘司令，兄弟，我就告辞了啊！啊，明天一早一定给你个准线啊！好嘞，再见。好，哎，尤吉，把那些珍品送到万处长车上。是，兄弟，多谢了啊！咱们一会儿不见不散。再见。啊，告辞了。刘副官，哦，署长，马上去跟我办2件事，找一个卖画的，把这几幅画给我临摹了。另外，
这些东西，再给我找几个相类似的玩意儿，只要看上去差不多就行，听见吗？署长，这一时之间找人画也画不像。再说，这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得出真假呀。哼，我才不管它真还是假，只要能把这些东西留下来就行了。明天我还要把那些假的东西还给潘天雄。简直是个败类！他这明显的敲诈，既贪财又好色，猪狗不如。小美，你是怎么回事？你明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你还往他怀抱里送，你就等着看好戏吧。老子不会白当这个孙子。如果他明天反悔，我就揭穿他的丑恶嘴脸。署长，那您答应他那事儿，我答应他什么了？啊？你不知道吗？那些武器，在委员长的眼里，那就是宝贝。我怎么可能给川军呢？再加上何部长现在还在重庆，我只是为了给康兆民的面子，所以才答应去应付一下。不过这些东西确实让动心呐。署长，您拿了他的东西，还要去睡他的女人，这明天一早，不找你拼命才怪呀！拼命？哼！明天一早，我就到何部长那去告他，告他潘天雄，不仅用这些字画和古董来贿赂我，而且还让他手下的女军官来色诱我。哼！他扣押军火，本来就是死罪，再加上这些，我足可以送他去见阎王爷。到时候，我还可以落得一个廉政的名声。哎，他潘天雄想告我，你说，委员长是信他还是信我？是，署长您是人才兼得，可他却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啊。来，让我看看你的衣服。你真要带他们去啊？你这样不会有事儿吧？你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怎么样，姐，漂亮吧？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找到的。哎，你说你就是为那个败类这么绞尽心机的，你值当的吗？这俩都是有病的。我就是因为这个啊，费的劲儿，又得长得漂亮，又得有病，还得不能被看出来。我估计这一晚上下来啊，这家伙肯定得染上，这辈子啊也别想治好。那你这事儿潘天雄知道吗？知道啊，他就说了2个字儿：活该。我走了，姐。一定要当心点啊！也知道了，放心吧。哎，他们走了？走了。你那照片洗出来了吗？照片我从照相馆冲出来了，但是在那儿碰到马炮，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麻烦。队长，我刚才在照相馆碰见一敏了，他去洗照片了。我瞟了一眼，上面是万署长和潘天雄一起吃饭。哎，潘天雄送给万署长好多礼物，都是古董和字画。潘天雄也不傻呀。我还听说，万署长看上了他手下的女参谋，他们都去重庆饭店了。潘天雄连身边的女人都肯奉送，为了这串武器，他牺牲的可真够大的。那也太大了吧？万署长能答应吗？全部答应是不可能的。我知道兵工署这些人的猫腻，你肯花钱，他就能通融。
随便找个理由就能糊弄过去。原先我还担心潘天雄不肯低头，现在想想啊，我真是多虑喽。但他这样低头，我还从来没见过。这份报纸，你看看。日本人占领了平津，29军佟麟阁军长和赵登禹师长已经阵亡，形势非常的严重。我知道他是心里有压迫感呐，所以就算是当孙子，他也当了。那万署长他们这样，就不是腐败，不是官僚吗？年轻人，你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呀。这就是国情，你慢慢的就会适应了。司令，我回来了，情况怎么样？搞定了。昨天晚上那家伙一见到那2个妓女，眼睛都发直，抱着就进屋了。没让他看出什么破绽吧？没有。哎呀，今天一早他们才走的，估计他这病啊肯定是落下了。我这心里啊真是赌气啊！没想到这件事情是这么搞定的。司令，不好了，来了大批宪兵，把酒店包围了。你慌什么？哪来的宪兵？冲我们来的吗？是。潘司令，我是重庆行营宪兵队的，奉何长官命令前来逮捕你。逮捕？为什么？你扣押军火，破坏抗战，还贿赂兵工署长官，图谋私利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不行，我要见刘总司令。你谁也见不到了。何长官就在我们的营中，是万署长告发了你。一旦你罪状查实，按战时条例就会即刻枪决。带走。是。慢点，弄错了吧你们？那个姓万的才不是什么好东西呢。你跟我说有什么用？我只是执行命令。到了行营，自然有他分辨的时候。好，我可以跟你们走。大王，告诉大帅一声，让一鸣也赶过去。是。这是为什么呀？他们这样简直就是混淆是非、黑白颠倒，不讲不讲理啊！我去打电话。司令被陷害了，这次一去，恐怕是凶多吉少了。喂，我是康兆民，行营宪兵队，有事吗？你说什么？潘天雄扣押军火，贿赂兵工署长官，何部长闻讯大怒，下令抓捕潘天雄，是万署长揭发的。赃物已经送到行营。你们行营宪兵队去了酒店吗？好，我马上赶到行营去。妈的，这个老万太不仗义了，把潘天雄给出卖了。报告，潘天雄被人抓了。这大早上起来慌慌张张干什么？潘天雄被人抓了。他又惹事了？具体情况不清楚，听说是贿赂兵工署的人被人检举了。怎么可能呢？他怎么能贿赂别人呢？那个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主，他拿着枪不对着兵工署的人就好事了，还贿赂别人，哼，肯
定是被人算计了。去看看。是。卢总，潘天雄在重庆贿赂万署长被抓了，听说何长官极其震怒，恐怕他性命难保。我已经知道了，这件案子牵扯到我们赶紧开船去宜宾吧，否则就要被卷进去了。你这是什么混账话！哦，刘总司令，你怎么来了？顾主任，你是重庆行营的主任，却很少见你。我来是想问问你，潘天雄是犯了什么错？你一定要把他抓起来。我正在跟赵民说这个事儿。这是何长官的命令，涉及到兵工署的一船武器，有人指责他扣押军火，贿赂当时官员，并且不惜让自己的女军官去陪睡，实在是太龌龊，纯粹扯淡。潘天雄是什么人，我还不知道吗？川军里有人干这事儿，可绝不是他。你看看，这是万署长提供的证据，还有这2件瓷器。八大山人，这纯粹是扯淡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鸡不像鸡，鸭不像鸭。哟，还郑板桥的竹子，画的跟木头棍一样。哼。还有这些东西，重庆街头哪儿都是。刘总司令，我们也有些疑惑呀。你说潘天雄怎么会用这种不值钱的破玩意儿去行贿呢？川军现在正在积极备战，出船作战，这件事你们处理不好，怎么面对川军将士？这个分量我们掂量得出来。刘总司令放心，我们一定会秉公办事的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要审判潘天雄，我必须参加。这个我们要禀报委座，他这2天就要来重庆，须得他同意才行。那你们就报告吧，我等消息。走。上马，吃一个。走啊，我看你怎么走。上炮，中卒，上炮。我刚接到通知，老蒋来了重庆，军委会决定秘密审判司令。原来等了这么多天，是在等决策人。
这对司令太不公平了。大帅会参加，而且川军的其他几个军师长都会旁听。我相信司令铮铮铁骨，他不会屈服。这个审判会也只不过是他的另一个战场。我们有理有证，我就不相信这白的还能变成黑的。一敏，你带上照片跟我去重庆新营。好。巴彦将军，你到了太好了，你的第5师团也到了。第5师团可是有名的钢军呢。请坐。我赶在天津的路，部队正在昌平集结，即将投入南口作战，并沿平绥路向西进攻张家口。我将亲率主力直插山西，进攻太原。现在，北平、天津都已经在我们的手上，我的部队马上就要投入南下的战斗，沿平汉线向黄河进军，目标是武汉，我们齐头并进。照这种速度，3个月之内就可以荡平中国。我没有那么乐观，开战以来，我们还没有遇到真正的对手。真正的对手是全部德式装备的中央军吗？不光是他们，李宗仁、白崇禧、刘湘，甚至共产党的八路军，都不可小视。这些人我根本不放在眼里，我敢打赌，不出3个月，我的坦克一定可以开上成都、重庆的街头。到那个时候，对中国的战争就结束了。以四川作为战争的结束点。没错。那好，我们就比一比，看谁的部队先到达四川。谁知道有这种事？是不是谁想不到？谁想不到？哎呀，就是怎么说着？老潘，真没想到在这种情形下见到你，真是情何以堪呐！你算个球啊！是非曲折，你还不清楚吗？今天的公审对你很重要，刘总司令也是审判官。川军的几个将领要求旁听，委座批准了，以示公允。委座本该今日飞回南京，但他决定多留半日，等待结果。他想杀我，何必多此一举呢？这事儿已经兴起来了，就得服众。不过这多少跟我有点关系。我知道你担心什么，你放心，就是把我的脑袋砍下来，我也不会把你供出去。那我就不多说了，我先进去了。全部起立！待备报。
各位，奉委座和何长官之命，今天这个特别法庭是专为审理潘天雄扣押军火、贿赂兵工署官员而设，由我顾主任、尤总司令组成审议团。在场的各位要保持肃静，不要随意发表自己的意见。顾主任，那就开始吧。兵工署有一批新武器，从武汉船运宜宾，准备为中央军104师换装备。但是经过涪江的时候，被潘天雄扣押了。他为了侵吞这批武器，就跑到了重庆，用名贵字画和古玩贿赂兵工署的万副署长。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不惜动用色诱的手段。万副署长，是这么回事吗？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他想贿赂我，哼，他也不打听打听。我的清廉在兵工署那可是出了名的，想拉我下水，没门儿。把潘天雄贿赂的赃物拿给他辨认，看看是不是这些东西。我送给他的是八大山人、郑板桥和乾隆的珍品，没想到他一夜之间都给花了。还仿出了假品，放得这么拙劣。原来你一枪想打2只鸟，把真品黑了，仿出假品来反咬我一口，还博得了清廉的好名声，把我置于死地。天下有你这么黑的人吗？不管是真品还是假品，你把东西送给他了，是吗？是，我还请他吃了饭，送给他东西。他还想要女人，我也送给他。承认了，只此一条就可以判你个死罪。委座。顾主任，我能说几句吗？讲。我为什么给他送礼？因为委座对我们川军不公，对我们抗日的部队不公。我46师1万多人，才有2000多杆枪。我们是首批出川作战的部队，平均5个士兵才1杆枪。就是这样，我们全体官兵没有一个退缩和抱怨，他们决心在抗日的战场上和日寇决一死战。官兵们有牺牲精神，我这个做军长的，我为他们骄傲。可是他们应该有最起码的武器，而不是空着手上战场和敌人拼。你们在座的都是军人，应该理解我的心情，所以我豁出去了，我给这个姓万的当孙子。他说的是事实，他的部队就是缺枪，他也向我汇报过。咱们川军本来就少武器，为这件事儿，我向兵工署申请了很多次，可都石沉大海，没人理我。我是没办法，我才给他送给他。这些古董和字画都不是我的，是古今乐的。
老谷现在已经退出了军界。当他知道这个事之后，他毫不犹豫地拿出了自己的珍藏。他说，他也应该为抗日做点贡献，所以他1分钱都不要。他只希望我们川军在抗日的战场上多打几个胜仗，就算是回报。甲，潘司令所说句句是真，东西是我去取的，可没想到半路上被他们调了包。你胡说！我拿的就是这些东西。要说有真假，那是你们的事。甲，顾主任，每样东西在我们给他之前都拍了照片。万署长，请欣赏。郑板桥的竹啊！在给他的时候，我们也拍了照片。这个就是证据。呈上来。老万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老康，你跑偏题了，咱们不查这个，应该查他怎么扣押军火的事儿。潘天雄，我是想问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扣押这船军火？我并没有扣押那船，我只是请他们多待几日，待我赶到重庆，说服兵工署。我有点不信，你没有扣押，那为什么船在涪江停留不走啊？赤子之心，红了一片天。铮铮铁骨，且与山河作伴，一生这